大家好，我是龙儿。哪些楼层不能买？是4楼还是14楼、18楼或者是10楼？那么很多人都持不同的意见。要是你也这么想啊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真正不能买的楼层其实是这4个，千万不要被别人带偏了，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说到买房子，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心得。为什么要买房子呢？结婚要房子，生孩子要房子，这要房子那样房子。所以说啊，买房子就不知不觉被潜移默化，悄悄地成为了咱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，也是咱们人生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选择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可以说啊，现在很多人买个房子都是全家老小凑出来的血汗钱，付上一个首付。因为毕竟一个房子它也不便宜，小则几十万，动辄上百万，所以说呢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因此我们在购选楼层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谨慎，不要踩坑哦。今天啊，视频拍的有点晚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是因为咱们今天同学聚会了。而在同学聚会上面，有3个同学啊是干售楼的，他们都在售楼部售楼多年。那么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买房方面，他们说现在买房的人越来越多，但是呢，对于楼层的要求却越来越高。顾客来买房子的时候，首先问的就是楼层，楼层好就卖得快。相信生活中很多朋友也听到过、遇到过这种的事儿吧？即使以前我不太相信，直到今天和同学们聊过之后，才知道原来其中还有这么多的道理。很多朋友在买楼房的时候拿不定主意，然后就会去对比它的谐音。谐音是什么呢？就是咱们最近特别火热的一种谐音梗，比如说4和什么什么什么有关，14又和什么什么有关，8又和什么有关，18又和什么有关，多多少少都带了一些迷信的思想进去。其实啊，在生活中真正不能买的楼层是这4个。第一个楼层就是顶楼。为什么说是顶楼呢？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喜欢顶楼。为什么喜欢顶楼呢？因为总觉得在顶楼再也不会出现楼上的住户在楼上蹦来蹦去，或者是小孩跑来跑去玩的这种情况了。但是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在咱们的顶楼啊住的时间久了，特别容易出现漏水的情况，这还是其中之一。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相信，但是对于年份比较久的老楼房，像这样的情况就见怪不怪了。除了这个缺陷之外，在咱们的顶楼，一到夏天啊，天气特别的炎热，因为在咱们的顶楼它是阳光直射层，那么受到的光照特别的充足，而且呢，楼顶上没有任何防护，那么阳光直射过来的时候，那么大量的热量就被我们屋子里面所吸收，这样一来呀，一到夏天，很多住户都受不了。就算是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空调，一天到晚开着空调，那么空调的电费有多贵，大家都知道，那也太不划算了。除了这2方面的缺陷之外，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停电。相信很多朋友啊都知道，停电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不方便。因为现在啊，咱们处于的这个社会，感觉很多物品都和咱们的电离不开。比如说住在高层，如果我们住在顶楼的话，那么都会要乘坐电梯。平时不管是上班下班，出去遛弯回家，那么都要乘坐电梯上下出门。平时电梯正常没有出故障的时候，或者是没有停电的时候，那么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。但是一到出现停电的这种情况，或者是咱们的电梯出现了故障的这种情况，相信其中的困扰和难言之隐，只有咱们住顶楼的朋友才会懂得，才会知晓。那么住在几楼或者是10几楼还好，我们可以像散步一样慢慢的走下去，下去之后也可以像减肥做运动一样，一步一步的走上来。但是如果咱们的楼层比较高，有20多层或者是30多层的楼，那么这样爬起来，光想想心里面都特别累。所以说啊，咱们顶层也是存在许许多多弊端的。因此呢，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，到售楼部去询问，都会发现顶楼的楼层，一般情况下它的价格比其他楼层都要偏低。
这就是为什么它的价格比其他楼层偏低的原因所在了。那么第二个楼层就是1楼。现在啊，很多楼房有多层也有高层，高层呢有几十层高，而我们的多层呢一般都是5、6层，一般情况下6层居多。但是我们发现，在1楼的房子，它都会带上一个小花园。像这种1楼的房子啊，不管是出门散步、遛弯，或者是购物买菜，都非常的方便，因为不用爬楼梯，并且呢，外面的绿化也特别的好，总感觉风景也好，空气也好，生活中也多了许多的便利。但是你不知道的是，咱们1楼一般情况下最大的缺陷就是潮湿。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在1楼下面还会有一个地下室的原因了。尤其是在咱们北方啊，一到冬天，气候比较寒冷，那么1楼的住户就算也是开着同样的暖气，他也不会感觉到有其他楼层那么温暖，甚至会感觉比较冷。除此之外啊，一到夏季，蚊虫也特别的多。蚊虫为什么多呢？相信大家都懂，因为1楼啊，接近咱们的绿化带，各种草啊、花啊，还有一些垃圾桶啊，都离咱们的1楼楼层比较近，这也导致了咱们1楼的蚊虫比较多，而且灰尘也比较大的这种情况。所以说啊，一般在咱们高层里面或者是多层里面，1楼的楼层它的价格也是相对较低，并且呢，一般情况下咱们多层如果带一个花园的那种1楼，那么你买它的这个房子，它还会附带送上一个花园，这就是原因所在了。所以说呢，大家在购买1楼的时候一定要慎重。那么第3个楼层就是2楼。那么为什么会是2楼呢？有些朋友可能会想，那么2楼比1楼的楼层要高。当然，从咱们潮湿程度来分析的话，那么2楼确实要好了不少。但是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就是，因为咱们的2楼是处于整栋楼房比较特殊的一个结构楼层。由于它的特殊结构啊，特别容易导致咱们2楼的下水道出现反水的这种情况。你想一下，如果没遇到还好，一旦遇到了，哪怕这一辈子只遇上一次，就够你喝一壶的了。但是像2楼的这个问题，除了咱们住过2楼的住户知道之外，一般情况下咱们新买楼房的朋友都不会知道这一个小秘密。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真的，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那么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真的买到了2层，到时候真的出现了反水的这种情况，真的是后悔莫及。所以说呢，咱们在挑选2楼的时候，也一定要谨慎，多一个心眼。那么第4种楼层就是腰线楼层，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这种楼层。这个名称呢，其实以前我也不知道，也是今天上午和同学聚会，大家这样一说啊，我这么一联想才知道是什么样的楼层。所以说啊，大家不知道也不足为奇。那么什么叫腰线楼层呢？腰线楼层我们单从楼层来看是看不出来的。平时相信大家在生活中都遇到许许多多的楼房，尤其是那一种特别高的楼，有些楼房它的中间就会突出一块往外凸，那么这个看上去就像是楼房的腰线，也被称为腰线楼，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。但是除此之外啊，它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会遮挡阳光，遮挡光线。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住楼房，但是楼房呢不仅面积小，窗户也不大。如果咱们的楼层不是特别高的话，就算是把房子里面所有的门打开，那么都可以发现家里面的光线不是特别好。如果住在腰线楼里面，那么除了咱们屋子本身的缺陷，采光不好之外，还要被这种的楼层遮挡住一部分的光线。想一想啊，真的是苦不堪言。如果是这种楼层被买到了，真的是气死了。所以说啊，听完今天的这些分享之后，相信大家对于哪些楼层不能购买，也心里面做到了心中有数。
千万不要再去玩什么谐音梗、封建迷信之类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购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多一个心眼，千万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多比比，多看看。不要别人说什么好，咱们就盲目跟风；别人说什么不好，我们也就立马撒腿就跑。这种做法吃亏的只能是我们自己。那么也希望今天的视频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